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潮。为什么福建人做的馄饨那么好吃呢？原来他们是有技巧的。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也做出福建人的味道。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下面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瘦肉，大概准备10块钱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也就是1斤。我们把瘦肉切成厚片，也不要切得太薄，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瘦肉选择前甲肉或者是里脊肉都可以，这种肉比较鲜嫩，做出来也比较好吃。瘦肉切好之后，再准备一点五花肉，因为要肥肉相间，所以做肉馅的时候放点五花肉非常的香。全部切好之后，直接放到绞肉机里面，盖上盖子，插上电机，按压一下开关，开始把肉给它搅碎。绞肉的时候大概要绞个2分钟左右，要把所有的肉给它搅成肉末，搅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倒进大一点的碗中，现在的肉全部搅碎了，用来做肉馅是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准备几根香葱，把葱叶和葱白分开切，把葱白切成小段，再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切成薄片，然后改刀切成姜丝。全部切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倒满1小碗清水，准备一根丈母娘借来的擀面杖，把葱姜汁给它捣一捣，将它压出葱姜水来，捣碎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就是准备几个香菇，香菇清洗干净之后切掉根部，然后改刀切成薄片，片我们可以切薄一点，不要切得太厚。再改刀切成香菇末，末我们这里要切小一点，不要切得太粗，如果太粗的话我们要剁小一点。香菇全部剁碎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葱叶切成葱花，尽量给它切细一点，不要切得太粗。葱花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现在我们把肉馅来调味，1小勺食用盐，1小勺鸡精，少量的胡椒粉增香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提鲜，其他的调料就不要放了。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抓拌均匀，把肉馅抓拌到充分的入味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多抓拌一会，差不多抓拌到有一点粘手的感觉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放一点葱姜水，然后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把葱姜水吃进到肉馅里面。像这样腌制出来的肉馅非常的香，比饺子馅还要好吃，所以我们要把肉馅不停的给它搅拌均匀，把肉馅搅拌上劲，搅拌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鸡蛋，鸡蛋我们只要鸡蛋清就可以了，打入了鸡蛋清，让肉馅更加的滑嫩，吃起来更加的入味。大概这里要抓拌到1分钟左右。我们放调料的时候一定按顺序来，千万不要给它颠倒了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香菇丁也加进来，葱花也加进来，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葱姜水也倒进来，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把所有的香菇和香葱给它抓拌均匀。这样做出来的肉馅，不管是包饺子还是包馄饨，做包子都非常的不错，主要是肉味好吃，所以我们要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就非常的有弹性了，而且吃起来的味道也非常的好。像这样子先放一旁备用。
接下来准备一点红豆皮，把它放到碗中。因为红豆皮有点薄，所以要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接下来把调好的肉馅放到红豆皮上面，然后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。包红豆有几种包法，第一种特别的简单，只要放到大拇指的窝里面，轻轻的给它压一压就可以了。一个完整的红豆就这样做好了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也非常的简单，把肉馅放到红豆皮上面，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之后，把筷子顶着肉馅，像我这样用筷子顶着红豆皮，然后用左手把5个手指给它轻轻的一捏，一个完整的红豆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非常的快速，而且做出来也非常的简单，像玫瑰一样那么好看。就算是小白2秒钟就能学会。按照这个方法全部做好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打包盒，在打包盒里面加入一点干面粉，用手将它涂抹一下。这个时候把红豆放进去就不会粘连在一起，然后把做好的红豆一个一个的摆入打包盒里面。像这样我们可以多做一点，将它存放起来放到冰箱里面，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吃。全部放好之后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里面存放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香菜，把香菜的根部切掉之后切成小段。香菜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小葱，直接把它切成葱花就可以了。葱花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调个料汁，往大碗里面加入1块猪油，用猪油做出来的汤非常的好喝。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1勺生抽，1勺小磨香油，一点点鸡精，1小勺蚝油，最后再来一点蒸鱼酱油。喜欢吃小虾米的来1勺小虾米，喜欢吃辣椒的再来一点干辣椒面，1勺葱花，1勺香菜。接下来我们把锅中的水烧开，水开后加入1勺食用盐入个底味。水开之后把红豆放入锅中，红豆下锅之后10秒钟不要动它，10秒钟过后我们用筷子轻轻的给它翻动一下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啦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，谢谢您的支持。红豆煮个1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一点清水，可以防止红豆粘连在一起，而且让红豆降温，这样做出来的红豆吃起来比较有嚼劲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3开的饺子2开的面，我们至少要加2次清水，这样做出来的红豆不容易烂掉，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在做红豆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一点冷水，这样做出来的红豆比较完整。大概煮个3分钟左右，它们就浮起来了。我们的红豆已经煮熟了，看着也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我们把汤汁倒进大碗里面，大概加3勺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小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化开。接着我们把红豆1勺1勺的放到汤汁里面，一道鲜香美味的红豆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红豆个个都是圆溜溜的，也不会散花，也不会烂掉，吃起来也非常的入味，比福建人做的还要好吃。主要是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，其实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就算是没有下过厨房的小白都能轻松的掌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，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